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密码学。什么是密码学？密码学呢，就是说你有一个资料，我们又把它叫做明文。那透过加密，然后来产生密文，让别人呢没办法知道这个资料的内容。那给你一个资料和明文，你可以透过一些加密的演算法，例如 AES、RSA、DES、MD5 等等各种不同的加密的演算法，然后来产生密文。那这是密码学的运作方式。为什么我们需要加密？同学可能会问说，为什么东西要加密？那这个我想同学应该也有一些了解。那我们来做一些说明。首先呢，就是说，如果你有个密文，经过加密之后的内容，如果别人他有你所提供的金钥，就是你的 key， 那他呢基本上呢，他可以把它解开，变成明文，就回复到原来资料的内容。那其他人如果没有你提供的金钥，就你提供的 key， 那他呢，即使知道你用的演算法，即使他知道你加密的演算法，他还是没有办法把它还原成你原来的明文，他看到的还是密文。那这是密码学的运作原理。那透过这样的加密呢，就可以保护你原来的资料。这是密码学的目的。那密码学它有一些特色了，就是说你密码有一些特色。第一个就是说你要能够确保在公开的网络上传递的资讯内容不会被入侵者得知。这个是机密性，就是它要有机密性。然后再来呢，就它要有 integrity， 就是完整性，就是说确认信息在传送的过程中没有遭到损毁或篡改。然后再来呢，密码学呢，它的目的呢，就是说也要能够有认证性，就是说要能够确认讯息的来源的目的，并且让资讯来源无法被否定。然后再还有不可否认性，就是发送方在事后让信息作者无法否认是他所发出的信息。这是密码学的目的。那基本上呢，根据 key 的个数，根据你的 key 的个数，基本上呢，我们可以将加密的演算法分为symmetric 的加密，或者 asymmetric 的加密，还有 hash function 这三种。那基本上呢， symmetric 的加密，就对称性的加密呢，基本上它需要有一把 key， 只需要一把 key。那非对称性的 asymmetric 的加密呢，它需要有两把 key， 一把是公钥 public key， 一把是私钥，就是 private key。那 hash function 呢比较特别，它没有 key， 它不需要 key。所以基本上呢，根据 key 的个数，我们有这三种加密的方式，就 symmetric、asymmetric 跟 hash function 这三种。那加密那就对称性它的加密，对称性的加密呢，我们又把它称为传统或的那个的或者秘密的金钥的方式。它基本上呢，它讯息的加密跟解密是采用同一把金钥，同一把 key。那传送接收双方都拥有相同的一把金钥，就是说传送跟接收方呢都是同一把 key。它的优点呢是运算效率比较高，因为只有一把 key 和共同的 key。那金钥长度越长，当然就越难破解了。那基本上呢，它比缺点的话，就是用于公开场合传输的时候呢，会遇到无法在隐藏情况下传输资料的情况，因此需要一个安全机制，将金钥安全的分送给交易者。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把金钥传送给别人，其实本身也是个问题。那这是对称性的加密。那非对称性的加密，它基本上呢，每一个使用者它其实是两把 key， 一对，就是公开金钥跟私密金钥。那其中一把金钥加密后，必须由另一把金钥予以解密。那公开金钥可以广泛的发布，公开金钥就 public key 了。那 private key 就私密金钥呢，必须是隐秘的，并且加以保存。那优点的话，就是说只要你的私钥不被窃取，就可以安全的散布公开金钥。那缺点就是演算法的
它的效率当然就没有像对称性那么高因为它复杂度会比较高一点。那这是那个非对称性它那个的运作方式非对称性加密的运作方式假设我们A 要传送资料给 B A 要传送资料给 B， 那 A 呢用 B 的 public key 来做加密然后透过网络将加密后的资料呢传送给 B， 然后呢 B 呢再用 B 他自己的 private key 它的私钥予以解密，然后还原成原来的资料。那这是那个资料传送那非对称性的加密运用在资料传送部分。那当然在资料传送之后或的过程中，你也要确认说这东西是A 传送过来的那 B 怎么样去确认说这是 A 传送过来的那基本上呢 A 呢可以用他自己的私钥做一个签章A 可以用他自己的私钥做个签章，然后呢透过网络传送给 B那 B 呢再用 A 的公钥来确认说这是 A 的签章这是验证的过程然后我们这个表格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对称性跟非对称性它的比较那首先在名称部分那对称性呢基本上呢它基本上是我们可以又把它叫做私密金钥的加密法那非对称性呢就公开金钥的加密法然后呢刚才所说的对称性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key 那它加密解密都使用相同的 key， 然后非对称性呢基本上是加密解密使用不同的 key 它有公开金钥跟私密金钥。然后呢对称性呢它的 key 不能公开那非对称性呢公开金钥可以公开那私密金钥呢就不能公开然后呢对称性呢它的 key 的保管比较麻烦需要保管许多把加解密的钥匙对不同人来讲要有不同的加解密的钥匙然后呢非对称性呢基本上只要保管自己的私钥不管你跟多少人交换讯息都只要保管自己的私钥那对称性它应用主要用在加密长度比较长的资料，因为它的执行效率比较高那比如说像 email 你可以用那个对称性那非对称性基本上主要用在资料比较短的资料那譬如说数位签章那接下来我们特别介绍一下 hash function 那 hash function 它有3个特色，第一个就是 one way 的 transformation， 那这个就是说基本上它跟对称性跟非对称性最大不同就是说对称性跟非对称性它基本上会想办法把你的密文变成明文那 hash function 是 one way 的，你东西呢资料变成密文之后呢它基本上就没有想要再把它转回来它是 one way 的就是把它变成密文那比如说你的密码好了你登录你设定个密码那系统呢把它转成一个密文那将来你在登录的时候你输入同样的密码也会转成同样的密文，它就确认说这是你的密码正确，资料正确但是呢它基本上不需要把你透过你的密文再转回明文所以它是 one way 的 transformation。 然后呢 hash function 呢它基本上还有个特色就是 collision resistance， 就说基本上呢你明文转成密文呢要转成相同的密文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这是 hash function 这一个要达到的特色然后呢再来就是 diffusion 就说基本上呢为了避免被破解，所以呢你明文转成密文那你明文转成密文呢即使明文有点小小变动你转成密文也会差异很大就说你密码呢可能只改了一个字但是呢它两者之间的密文呢就会相差很多，这样别人才比较不容易破解，或者他可以从你的密文来反推你的明文那为了避免这样，所以你 hash function 一定要做到 diffusion。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密码学的概念。密码学呢，主要在研究如何加密，才最难被破解。而使用加密的技术呢，也同时考量效能及方便性的取舍，以提高整体的效益。那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对称性的加密、非对称性的加密以及 hash function。这些我想都是现代治安人员所要了解的技术。那密码学呢，是达成网络安全以及 IP 保护的重要技术。那加密的演算法很多，我们下一堂课会跟大家介绍一个很有名的加密演算法，
就是 RSA 演算法。好，我们下一堂课呢会跟大家介绍 RSA 演算法。好，那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演算法。好，那我们下一堂课再见，谢谢大家。